家里有大白菜的要注意，有这3种情况赶紧扔，别心疼这点小钱。吴大爷今年67岁，家住农村，可前几天他在整理白菜时，发现有几颗外叶发黄，还散发出一股奇怪的味道。吴大爷心想，这点小问题，剥掉外面的叶子不就好了？浪费了多可惜，他随手把那些看起来还能吃的部分切下来，炖了一锅白菜豆腐汤。晚上，吴大爷刚睡下没多久，就开始觉得肚子痛，还伴随着恶心和头晕。折腾了一夜，家人赶紧把他送到医院，医生检查后告诉他，这种情况是吃了变质的食物导致的急性肠胃炎。平时家里的大白菜，哪些情况是不能再吃的？怎么判断一颗白菜是否变质？1. 白菜不是万能储存王。大白菜确实是厨房里的常驻嘉宾，尤其在北方冬天，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囤上一堆白菜，总觉得它耐放，不容易坏，随时可以拿来吃。可很多人不知道，看似结实的大白菜其实有它的脆弱之处，尤其保存不当或者放得太久，它就可能成为健康的隐形威胁，甚至像吴大爷那样，一颗坏白菜导致了上千块的医药费。说到底，白菜虽好，可再会省的人也不能盲目觉得白菜可以放无期限，更不能舍不得扔已经出问题的菜。白菜不耐储存的原因在于它的结构。白菜的叶片本身含水量高，外层叶子虽然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，但如果存储环境过于潮湿，温度过高或通风不足，外叶很容易腐烂。而一旦外叶腐烂，这种情况会快速向内扩散，腐败菌、霉菌会迅速滋生，不仅带来难闻的气味，还可能产生有毒物质。有些人可能会想，腐烂的部分我已经切掉了，剩下的看起来没问题呀，为什么不能吃呢？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，白菜内部组织的结构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。腐败菌和霉菌通常会沿着菜叶内部的缝隙扩散，肉眼无法看到，即使你把明显烂掉的部分丢掉了，剩下的部分可能早已被细菌侵袭。另外，很多家庭喜欢把白菜一股脑的堆在阳台或者楼道的角落里，尤其北方的冬天，家家都习惯用凉快的地方存储。比如，白菜底部接触地面时间太长，容易受潮；堆放过于密集，通风不畅，水汽蒸发后积聚在菜叶间，白菜会提前变软甚至腐烂。所以别再以为白菜是万能储存王了，也不要被过分节约的习惯绑架。白菜好吃，但吃出健康问题就得不偿失了。2. 3种信号表明大白菜不能吃。生活中，有些人因为舍不得扔掉有点瑕疵的白菜，结果吃坏了肚子，这样的教训可一点都不值得。想知道家里的白菜还能不能吃，得留心这3种信号。一旦发现问题，果断扔掉才是对健康负责。第一种信号是叶子变色发黑，这种情况通常出现在白菜外层的叶片上，尤其是储存时间较长或者环境潮湿的情况下，发黑的叶片其实已经开始腐烂了，是腐败菌在作怪。虽然看起来只是一点黑斑，但发黑的地方不仅会滋生细菌，还可能因为霉菌繁殖而释放有害物质。第二种信号是发出异味，如果在储存的大白菜中闻到了一股刺鼻的酸味或者霉味，那就说明白菜可能已经出现了霉变或腐败。异味往往是微生物活动的结果，比如霉菌的繁殖或者腐败菌的分解，都会让白菜散发出让人不适的气味。如果这股气味明显而强烈，就说明白菜的变质程度已经非常严重，绝对不能再吃。第3种信号是变黄变软或者内部空心化，如果发现叶片开始发黄、萎蔫，甚至摸起来有些软塌塌的，就说明它的新鲜度已经大不如前。变软的白菜容易滋生细菌，尤其是在温度较高的环境中。这样的白菜虽然看上去不明显，但仔细检查触感和颜色就能发现端倪。想要避免这些问题，平时就要多注意白菜的储存环境。如果发现白菜有上述3种信号之一，不要犹豫，赶紧丢掉。这几块钱的损失，总比花大价钱去医院强得多。大白菜虽然便宜，但健康无价，
通过这些简单的观察方法，可以帮助你更好的判断白菜的状态，避免吃到不安全的食物。与其担心浪费，倒不如从源头上做好挑选和储存，这才是对健康和钱包真正的负责。3. 白菜该怎么保存？白菜是家家户户常见的蔬菜，既便宜又耐吃，但储存不好，营养和口感都会大打折扣，还可能因为变质带来健康隐患。其实，白菜的保存有不少门道，只要掌握了正确的方法，既能延长保鲜时间，又能减少浪费，让白菜始终保持鲜嫩的口感和丰富的营养。储存白菜最重要的是选对环境，白菜怕潮湿，也怕温度过高。储存时要选择干燥通风的地方，避免让白菜长期接触湿气，比如直接放在地上或挨着潮湿的墙壁。白菜存放时最好用透气的材料，比如麻布或纸袋包裹，这样既能防止水分过快蒸发，也能避免湿气滞留。存放方式也需要注意，白菜不能堆得太高太密，否则底部的白菜容易受压变软，甚至腐烂。最好的办法是让每颗白菜都有一定的间隙，可以直立存放，根部朝下，这样既节省空间，又有助于保持白菜的新鲜度。如果存放白菜的地方温度较低，比如在冬天的北方，室温下的储存时间可以相对长一些，但仍然建议定期检查，及时挑出状态不好的白菜，避免坏一颗带一堆。如果家里囤了太多白菜，一时吃不完，不妨考虑做一些腌制食品，比如酸菜或者泡菜。这些传统的保存方式不仅延长了白菜的储存时间，还让白菜有了另一种风味。除了腌制，还有一种简单的处理办法是将白菜切好分装冷冻。冷冻保存虽然会影响一些口感，但营养流失不多，尤其适合用来做汤或者炖菜。储存白菜的学问不难掌握，只要用心观察，稍加调整，就能让白菜的保鲜时间更长，也能减少因为变质而带来的麻烦。白菜虽便宜，但浪费掉也是不必要的损失。好好保存，不仅吃得安心，还能让每一口都保持新鲜健康。养成良好的储存习惯，既避免了浪费，又让家庭餐桌上的每一道菜都更有保障。4. 买白菜的避坑指南。挑选白菜看似简单，但想要挑到新鲜又好吃的白菜，还真需要掌握一些诀窍。市场上白菜的种类琳琅满目，不少人只图价格便宜或者随手抓一颗，结果买回家发现要么放不了几天就坏了，要么外观好看却不够新鲜。其实买白菜讲究方法，用心一点就能避开很多坑，吃得更健康。选白菜最重要的一点是看外观，如果看到白菜的外叶发黄、发黑或者带有腐烂斑点，说明它的储存时间已经很长了，甚至可能已经开始变质。即使商家剥掉几层外叶，看上去干净，但白菜内部的品质可能早已大打折扣。一定要仔细观察叶片的颜色和状态，不要被表面的好看迷惑。挑选白菜时，用手轻轻捏一捏，新鲜的白菜摸起来坚实有弹性，分量沉甸甸的。如果白菜捏上去有点软，或者轻飘飘的，说明里面的水分流失较多，已经不够新鲜了。白菜的根部也是判断新鲜度的关键，如果根部发黑或有粘液，说明白菜在运输或储存过程中受到了潮湿的影响，可能已经开始腐败。不仅如此，根部颜色变暗的白菜通常伴随着叶片变质的情况，这样的白菜即使价格便宜，也不建议购买。大小的选择也有讲究，很多人喜欢挑选大个头的白菜，觉得这样划算，但实际上，过大的白菜往往水分较多，纤维偏粗，口感不如中等大小的白菜细腻。而且，大白菜储存时间长了，外层叶子容易变老变黄，内部的营养价值也会流失。建议选择大小适中、结球紧实的白菜，既好吃又方便储存。在买白菜时，还需要注意购买的数量。很多家庭喜欢一次性买一大堆，尤其在冬天，但如果储存不当，这些白菜很可能会因为时间过长而变质。根据家庭的日常消耗量适量购买，可以避免浪费。掌握以上挑选白菜的技巧，不仅可以让你避开买到变质白菜的尴尬，
还能让每一餐都吃得放心。多一点细心，不仅能省钱，还能为家人的健康保驾护航。结语：大白菜是我们餐桌上的常客，然而再普通的食材也有它的脾气，处理不当可能会对健康造成威胁。白菜虽便宜，但储存、挑选和食用的过程却需要我们格外用心，尤其是当它出现腐烂、异味或叶片变质时，千万不要因为一时节约而忽视可能的健康隐患。正如文章中的例子，舍不得丢一颗白菜，反而带来住院的麻烦，这样的代价谁也不愿意承担。通过科学的储存方法，我们可以有效延长白菜的保鲜期，让它始终保持营养和口感，同时学会挑选新鲜的白菜，更是减少浪费和保障健康的关键一步。家庭生活中，聪明的节约不是舍不得扔变质的食材，而是避免浪费和及时处理，用心挑选，合理保存，才能让每一颗白菜物尽其用。白菜虽平凡，却藏着生活的大智慧，关注白菜的储存和食用安全，不仅是对自己和家人负责，也是健康生活的重要体现。健康永远比几块钱更值钱，学会智慧消费，才是真正的会过日子。